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科普频道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必须要给所有7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以及家里有高龄长辈的年轻人们敲响一个警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，就藏在咱们每天最熟悉的餐桌上，那就是鸡蛋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种说法，人过了75岁，血管脆了，血脂高了，这鸡蛋黄啊，就是胆固醇炸弹，千万别吃了，吃素才能长寿。很多老人听了这话，吓得连鸡蛋碰都不敢碰，每天就是清粥小菜，水煮青菜，结果呢，不但没有长寿，反而身体越来越虚弱，走2步就喘，甚至一阵风刮过来就能摔骨折。但是也有另一派老人觉得，鸡蛋是全营养食品，为了补身体，每天雷打不动吃3个、4个水煮蛋，结果搞得肚子胀气，消化不良，甚至便秘的痛苦不堪。那么75岁以后，吃鸡蛋到底还有没有必要高龄老人补充蛋白质？到底该怎么做才是真正科学的？今天医生就来给大家揭秘真相。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，75岁以后，鸡蛋不仅要吃，而且吃对了，就是您晚年生活质量的保命符。但如果您吃错了，或者只盯着鸡蛋吃，那反而会给身体帮倒忙。在今天的视频里，我不仅会彻底讲透鸡蛋的功与过，还会为大家揭秘一套专门针对75岁以上高龄老人的蛋白质黄金补充法。这套方法，很多营养科医生都在私下给自家父母用，大家一定要耐心看到最后。视频后半段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个1日3餐蛋白质黄金分配表，以及几个能让蛋白质吸收率翻倍的烹饪小秘诀。新关注咱们频道的朋友，请务必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，顺便点亮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天为您准备的健康干货了。如果您或者家里的长辈现在正为了到底该不该吃鸡蛋，怎么补营养而发愁，请在评论区打个3，让我看看有多少家庭正在被这个饮食难题困扰。好，咱们闲言少叙，直接切入正题。为了让大家明白高龄老人吃错蛋白质的后果有多严重，我先给大家讲3个我亲身经历的真实案例，大家仔细听，看看这些情况是不是就发生在您或您家人的身上。第一个案例是76岁的李奶奶。李奶奶是个特别听信养生偏方的人，前几年她体检发现血脂有点偏高，医生让她注意饮食，结果她不知从哪看了一篇毫无科学依据的文章，说老年人吃鸡蛋黄会堵塞血管。从那以后，李奶奶彻底戒掉了鸡蛋，连带着猪肉、牛肉也不敢吃了，每天就是喝点小米粥，吃点凉拌黄瓜和豆腐。她觉得这叫清淡饮食，千金难买老来瘦。结果不到1年，李奶奶的体重掉了10几斤，她不仅觉得浑身没劲，连拧开矿泉水瓶盖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最可怕的是，有一天她在小区里散步，稍微被一块翘起的地砖绊了一下，整个人就摔倒了。去医院一查，大腿股骨胫骨折，医生看着她的肌肉状态，连连摇头，说这是典型的肌少症。因为长期缺乏优质蛋白质，李奶奶的肌肉量严重流失，肌肉无法保护骨骼和关节，才导致了这次严重的骨折。这一摔，李奶奶在床上躺了半年，生活质量直线下降，后悔莫及。第二个案例是78岁的王大爷。王大爷和李奶奶相反，他是个营养至上主义者，他觉得年纪大了，吸收不好就得多补。他听说鸡蛋是全营养食品，蛋白质含量最高，于是每天早上吃2个白煮蛋，下午饿了再吃2个茶叶蛋。结果呢，王大爷经常觉得胃里像塞了块石头，胀气、反酸，而且排便特别困难，经常3、4天解不出一次大便，憋得满脸通红，甚至引发了痔疮和血压飙升。后来到了营养科医评估，医生告诉他，75岁以后，人体的胃酸和消化酶分泌大幅减少，胃肠蠕动变慢，一天吃4个整蛋，大量的蛋白质和脂肪堆积在肠道里，无法消化，不仅产生了大量的氨气，导致胀气，还因为缺乏膳食纤维导致了严重便秘。王大爷这是在用填鸭的方式，硬生生把自己的消化系统给累垮了。第3个案例是80岁的赵阿姨。赵阿姨是我们社区里的明星老人，80岁了，不仅精神矍铄，还能跟着老年大学的同学一起去外地旅游。
很多人问他养生秘诀，他笑着说：我什么都吃，但什么都不多吃，尤其是蛋白质。我讲究少吃多餐，精细搭配。赵阿姨每天只吃1个鸡蛋，但她会把鸡蛋做成容易消化的水蒸蛋或者蛋花汤。她不吃肥肉，但每天会吃1小块清蒸鲈鱼，喝1小杯酸奶，还会吃点豆腐。她的饮食看起来没有大鱼大肉，但营养密度极高，而且非常适合她衰老的肠胃。大家看，李奶奶的盲目忌口，王大爷的过度进补，赵阿姨的科学搭配，这3种截然不同的态度，直接决定了他们晚年的生命质量。在深入讲解75岁以后到底该怎么补蛋白质之前，我们必须先扫清3个在老年群体中流传甚广的致命饮食误区。如果不把这些思想上的毒瘤拔掉，您吃再多好东西也是白搭。误区1：老年人吃鸡蛋黄会导致胆固醇升高，引发心血管疾病。这是坑害了无数老年人的最大谎言。朋友们，咱们人体的胆固醇只有大约 20% 到 30% 是吃进去的，也就是外源性胆固醇，剩下的 70% 到 80% 都是肝脏自己合成的内源性胆固醇。人体有一个非常智能的调节机制，当你从食物中摄入的胆固醇多了，肝脏就会少合成一点，当你吃的少了，肝脏就会多合成一点。对于绝大多数健康老人来说，吃1-2个鸡蛋黄根本不会引起血液中胆固醇的异常升高。相反，鸡蛋黄里富含卵磷脂，这可是血管的清道夫，它不仅不会堵塞血管，反而有助于脂肪的代谢，对大脑和神经系统也有极好的保护作用。如果您因为怕胆固醇而扔掉蛋黄，只吃蛋白，那您等于扔掉了鸡蛋里 80% 以上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有益脂肪，简直是买椟还珠。当然，如果您本身已经患有严重的高胆固醇血症或家族性高脂血症，请遵医嘱限制。但对于普通老人，1天1个全蛋绝对安全且必要。误区2：千金难买老来瘦。年纪大了，吃素最健康。很多老人觉得吃素能清肠刮油，能预防3高，但大家忽略了一个极其可怕的老年隐形杀手——肌少症。咱们把肌肉想象成身体的银行存款，年轻时我们不断存钱，肌肉量大，到了60岁以后，尤其是75岁以后，身体合成肌肉的能力断崖式下降，肌肉流失的速度就像流水一样快。如果这时候您还不吃优质蛋白、肉、蛋、奶，只吃素食，您的肌肉银行很快就会破产。肌肉不仅仅是用来走路的，它还是人体最大的氨基酸库和血糖调节器。肌肉量一旦减少，老人的免疫力就会崩溃，稍微有点感染就扛不住，胰岛素敏感性会下降，血糖更难控制。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腿脚无力，容易跌倒。老年人跌倒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，致死率和致残率极高。所以75岁以后，千万不要盲目追求瘦，微胖一点，肌肉结实一点，才是真正的长寿体型。误区3：喝骨头汤，吃海参燕窝，能大补蛋白质。有些孝顺的儿女花大价钱给父母买海参、燕窝，或者每天熬浓浓的骨头汤。鸡汤给老人补身体，咱们说白了，骨头汤里那层白花花的浓汤根本不是钙，也不是蛋白质，而是满满的脂肪和嘌呤。老人喝多了，不仅补不了蛋白，还会导致尿酸升高、血脂飙升，加重肠胃和肾脏负担。至于海参和燕窝，从现代营养学的氨基酸评分来看，它们的蛋白质属于劣质蛋白或不完全蛋白，其营养价值根本比不上几块钱1斤的鸡蛋、豆腐和牛奶。花几千块钱吃燕窝，还不如每天吃个鸡蛋，喝杯牛奶来的实在。好，排雷完毕，接下来咱们进入今天最核心的硬核干货。75岁以后，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？为什么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蛋白质？以及除了鸡蛋，真正高效的蛋白质补充法到底是什么？首先，我们要明白一个医学概念，叫做合成抵抗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吃进去10克蛋白质，身体可能吸收利用8克去合成肌肉和免疫细胞，但是到了75岁以后，由于胃酸分泌减少，肠道绒毛萎缩，消化酶活性降低，再加上细胞层面的合成抵抗，您吃进去10克蛋白质，
身体可能只能利用3克甚至更少。这就好比年轻时的身体是一个高效物流系统，给多少货都能精准送达。老了以后，物流系统老化了，道路堵塞了，你发再多的货，大半都堵在路上，甚至变成了垃圾，代谢废物，不仅没送到目的地，还给肾脏和肝脏增加了排毒的负担。因此75岁以后的蛋白质补充绝不能靠量大管饱，而必须追求精准、优质、易吸收。那么鸡蛋到底该怎么吃？对于75岁以上的老人，每天吃1个全蛋是基础推荐。如果老人本身比较瘦弱，没有血脂问题，每天吃1到2个全蛋也是完全可以的。关键在于烹饪方式。大家记住一个消化率排行榜，第1名水蒸蛋、鸡蛋羹和蛋花汤。这2种做法让蛋白质充分变性，结构变得松散，消化率高达 95% 以上，而且对胃肠道几乎没有刺激，最适合牙口不好、消化力弱的高龄老人。第2名水煮嫩蛋，煮5至6分钟，蛋黄刚凝固，消化率在 90% 左右。第3名煎鸡蛋、炒鸡蛋，因为加入了大量油脂，且蛋白质在高温下过度变性，消化率会下降到 80% 左右，而且容易上火，增加脂肪摄入。最差的做法，生吃鸡蛋或开水冲鸡蛋。不仅消化率极低，只有 50% 左右，还极易感染沙门氏菌，对老人来说非常危险。所以给75岁老人吃鸡蛋，首选水蒸蛋，可以在里面加点虾仁碎、肉末或者豆腐，营养翻倍，口感滑嫩。讲完了鸡蛋，咱们来揭秘医生真正推荐的高龄老人4大黄金蛋白库。鸡蛋虽好，但营养单一，我们必须构建一个立体的蛋白质防御体系。第1大黄金库，深海鱼与淡水优质鱼，如鲈鱼、鳕鱼、三文鱼。鱼肉的肌纤维非常短，水分含量高，比猪牛羊肉要细嫩得多，极易被老人的肠胃消化吸收。更重要的是，深海鱼富含 Omega-3 多不饱和脂肪酸，这种物质不仅能抗炎、保护心血管，最新的研究还发现 Omega-3 能够改善老年人肌肉的合成抵抗，帮助蛋白质更好的转化为肌肉。怎么吃？每周吃2到3次鱼，每次大约100克，大概手掌心大小，首选清蒸、炖汤，尽量避免油炸或红烧。如果老人怕鱼刺，可以选择无刺的龙利鱼、鳕鱼，或者把鱼肉剁碎做成鱼丸。第2大黄金库，禽肉、去皮的鸡肉、鸭肉。很多老人觉得猪肉香，但猪肉的饱和脂肪含量高，且肌纤维粗，不易消化。相比之下，去皮的鸡胸肉、鸡腿肉是极佳的高蛋白、低脂肪来源。怎么吃？老人牙口不好，吃鸡胸肉容易觉得柴。教大家一个秘诀，把鸡肉剁成肉泥，加入少许山药泥或豆腐泥，做成鸡肉丸子或者鸡肉饼。山药健脾，豆腐补充植物蛋白，这样做出来的肉丸软嫩多汁，入口即化，老人特别爱吃，而且营养吸收率极高。第3大黄金库，大豆及其制品豆腐、豆浆、腐竹，这是植物界唯一能与动物蛋白媲美的优质完全蛋白。大豆蛋白不仅不含胆固醇，还富含大豆异黄酮，对预防骨质疏松和保护心血管有奇效。但是很多老人吃整粒的黄豆、黑豆会胀气、放屁，这是因为豆类中含有低聚糖，老人肠道缺乏分解它的酶。怎么解决？把豆子加工一下，做成豆腐、豆腐脑、豆皮，在加工过程中，低聚糖被去除了，蛋白质的消化率从整豆的 65% 飙升到了 95% 以上。每天吃100克北豆腐，大约麻将牌大小的2块，或者喝一杯浓豆浆，是老人补充植物蛋白的最佳选择。第4大黄金库，乳制品，牛奶、无糖酸奶、奶酪。牛奶是补钙和补蛋白的双料冠军，但很多中国老人有乳糖不耐受，一喝牛奶就拉肚子、胀气，怎么办？第1，改喝零乳糖牛奶。舒化奶，这种奶在出厂前已经把乳糖分解了，营养不减，但不会拉肚子。第2，喝无糖酸奶。发酵过程中，乳酸菌把乳糖吃掉了，而且酸奶里的益生菌还能帮助老人调理肠道。第3，吃天然奶酪。奶酪是牛奶的精华，
10斤牛奶才能提炼出1斤奶酪，蛋白质和钙含量极高，且不含乳糖，每天吃1小片，约20克天然奶酪就能补充大量优质蛋白。讲到这里，有些朋友可能会问，医生，我按照您说的鱼、肉、蛋、奶每天都吃了很多，为什么我还是觉得浑身没劲，肌肉还是长不起来呢？这就涉及到了我们今天的补充视角，中医的脾胃运化理论与现代营养学的脉冲效应。咱们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中医有句老话，叫脾胃为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之源。很多75岁以上的老人最大的问题不是吃得不够好，而是脾胃太虚，运化不动。您给他吃再多的海参、牛肉、鸡蛋，他的脾胃就像一台生锈的破机器，根本加工不了。这些高蛋白食物停滞在胃肠里，变成了食积，不仅化生气血，反而生湿生热，导致舌苔厚腻、口臭、腹胀、大便黏腻。这就是中医说的虚不受补。所以高龄老人补蛋白，第一步不是补，而是通和健。在烹饪高蛋白食物时，一定要懂得加料，比如炖肉、蒸鱼的时候加一点陈皮。陈皮理气健脾，能化解肉类的油腻，帮助消化。煮粥做羹的时候加一点山药和茯苓，山药补脾养胃，茯苓健脾渗湿，它们就像是给脾胃这台机器加了润滑油，让蛋白质的吸收通道彻底打通。中医讲究药食同源，把脾胃调理好了，您吃进去的一口豆腐比别人吃进去的1斤牛肉还要养人。接下来我们看看现代前沿营养学的一个颠覆性发现，肌肉合成的脉冲效应与亮氨酸开关。科学家们发现，老年人合成肌肉需要一种叫做亮氨酸的氨基酸来按下启动开关，而且这个开关非常挑剔，如果您一顿饭吃下大量的蛋白质，身体只能利用一部分，剩下的不仅浪费，还会增加肾脏负担。但如果您把蛋白质均匀地分配到1日3餐中，每次达到一个阈值，大约需要 2.5 克亮氨酸，相当于20至25克优质蛋白，就能完美地触发一次肌肉合成的脉冲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很多老人的饮食习惯大错特错，很多老人早上只喝点白粥吃咸菜，中午随便对付一口，到了晚上觉得要好好补补，就吃一大碗红烧肉。这种集中进补的方式对75岁的老人来说是完全无效的。早上和中午身体因为没有达到亮氨酸阈值，肌肉处于分解状态，晚上吃太多，身体又吸收不了。真正的科学做法是少吃多餐，均匀分配，每一餐都必须有优质蛋白的身影。为了让大家能够直接落地执行，我为大家精心制定了一套75岁老人1日3餐蛋白质黄金分配法，大家可以拿笔记一下，或者截图保存，直接照着给家里的长辈做早餐，唤醒身体的启动餐。很多老人早餐习惯白粥加油条加咸菜，这是最糟糕的碳水炸弹，几乎没有蛋白质。黄金搭配1碗牛奶燕麦粥或无糖酸奶，加1个水蒸蛋或水煮蛋，加1小把坚果，核桃或杏仁，需碾碎防呛解析。牛奶和鸡蛋提供了大约15克优质蛋白，刚好达到早晨肌肉合成的亮氨酸阈值。燕麦提供慢碳水，坚果提供优质脂肪，让老人一上午精力充沛，血糖平稳。午餐承上启下的能量餐，午餐要吃得丰富，但要避免油腻和难消化的粗纤维。黄金搭配1小碗杂粮饭，大米掺点小米或藜麦，煮软烂一点，加1份清蒸鲈鱼或去皮鸡肉丸子约100克，加1份软烂的深色蔬菜，如菠菜、冬瓜，需切碎煮软解析。鱼肉或禽肉提供约20克极易吸收的蛋白质，深色蔬菜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。注意，蔬菜一定要切碎煮软，避免粗纤维摩擦老人脆弱的胃肠黏膜。晚餐安神助眠的修复餐，晚餐要清淡，减轻肠胃负担，有助于夜间睡眠和身体修复。黄金搭配1碗山药瘦肉末豆腐羹或西红柿鸡蛋面，面条要煮烂，加1小份凉拌木耳，需焯水煮透。解析豆腐和瘦肉末搭配，既有植物蛋白又有动物蛋白，氨基酸互补，吸收率极高。山药健脾养胃，晚餐吃不仅好消化，还能安神助眠。加餐上午10点或下午3点，
如果老人胃口小，正餐吃不下那么多，可以采用3顿正餐吃7分饱，2顿加餐来补充的策略。加餐推荐1小杯无糖酸奶，或者1小碗银耳莲子羹，或者半根香蕉。除了饮食，我还必须强调一个极其重要的辅助条件：运动。朋友们，蛋白质是盖房子的砖块，但如果没有建筑工人去搬砖，砖块永远变不成大楼。这个建筑工人就是运动。75岁以上的老人不适合做剧烈的跑步或举重，但我强烈建议大家每天做15到20分钟的轻度抗阻运动，比如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拿2瓶小矿泉水，做简单的二头肌弯举，或者双手扶着椅背，做缓慢的踮脚尖和浅蹲动作，也可以使用弹力带做简单的拉伸。这些轻度的肌肉收缩会向身体发送强烈的信号，我的肌肉还需要工作。请把吃进去的蛋白质送到肌肉里去。饮食配合运动才是逆转肌少症，保持晚年活力的终极密码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不知不觉给大家讲了这么多，这期视频的信息量非常大，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。75岁以后，吃鸡蛋不仅有必要，而且是补充优质蛋白的极佳选择。每天1个全蛋，首选水蒸蛋或蛋花汤，千万不要陷入吃素长寿、喝汤大补的误区，警惕肌少症的危害。构建以鱼、禽、蛋、奶、豆为主的立体蛋白库，并且一定要结合中医的健脾助运和现代营养学的3餐均匀分配原则。最后，别忘了每天做点轻度的抗阻运动，让蛋白质真正长到您的肌肉里。在这里，我也要做一个郑重的免责提醒。今天分享的饮食和运动建议适用于绝大多数身体相对健康、有轻度衰老表现的老年人，但是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患有严重的肾功能不全，如慢性肾衰竭、严重的肝病，或者处于某些急性疾病的发作期，蛋白质的摄入量必须受到严格的医学限制。这种情况下，请务必以您的主治医生和临床营养师的个性化医嘱为准，切勿盲目自行增加蛋白质摄入，以免加重脏器负担。睡眠和饮食是咱们晚年健康的2大基石，把每一顿饭吃对，就是对自己身体最大的负责。不要把健康的决定权交给那些毫无根据的偏方，要把科学的方法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如果您觉得今天这期视频对您和您的家人有帮助，请务必给我点一个大大的赞。您的点赞是我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，也请大家点击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频道每周都会更新最实用、最硬核的老年健康科普。我非常想在评论区听到大家的声音。您家老人平时最爱吃什么？在补充蛋白质方面，您有什么困惑或者独门的小妙招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尽量一一回复大家。最后，请大家动动手指，把这期视频转发到你们的家族群，转发给您的父母、爷爷奶奶。您的一个小小转发，可能就会改变长辈们的饮食观念，让他们少走弯路，多享几年清福。感谢大家的耐心陪伴，祝天下所有的老人都能吃得香、睡得好、腿脚有劲、安享晚年。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